业力是真的吗？怎么转变业力？我们继续学习《杂阿含》卷12第293经。当时世尊跟一位比丘说：“我已经不再怀疑，也没有犹豫，拔除了邪见的毒刺，不再退转，已经没有执着，哪里还有一个我呢？我为比丘们说法，讲解圣贤出世之道，与空相应的随顺缘起之道，就是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。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老死忧悲苦恼。这完全是痛苦的聚集。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等等等等，这完全是痛苦聚集的熄灭。”我这样说法之后，有些比丘们仍然疑惑犹豫，他们原来并没有证得什么，却以为已经证得了，起真散慢。听法之后，他们心生忧苦、悔恨、疑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缘起甚深难见，而更甚深难见的是舍弃一切执着，贪爱尽除，无欲寂静涅槃。有两种法，即有为法和无为法。有为法有生住异灭，而无为法没有生住异灭。像八正道、戒定慧，这些都是有为法，你学就有，不学就没有，练习就有，不练习就没有，需要你花功夫在上面，需要你努力。当舍弃一些烦恼，断除一些贪爱，寂静涅槃，这是无为法，这需要你放舍，这就是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有些人说修行啊，就是要放松，你越放松，越不努力，成就就越高。错解了禅宗的人经常走这个路线，认为天天在那里躺平，不分别不执着就是道。你忘记了八正道中其中就有正精进。还有人走的是所谓精进路线，染指每天要持多少咒多少大拜，这样我就有道了。染指就算了，大拜至少还有点作用，至少让心谦卑一些，还能锻炼身体。至于说拜了一拜之后就能当多少世的转轮王，拉倒吧。川普笑笑说，老子可不是拜出来的，靠大拜想当转轮王，那是母鸡孵鹅卵石，白费劲儿。这些都不是正因，没有相关性。如果你弄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，你就知道古今中外的大师们99%都是忽悠。所以修行有有为和无为两个方面，没有有为，你无法达到无为；没有无为，一切有为法终究还是生灭的。舍弃一些烦恼，断除一些贪爱，寂静涅槃，就是诸行无常败坏的停止。因为有烦恼，才有痛苦的聚集；因为寂灭，才有痛苦的熄灭。灭除种种烦恼的相续，就是苦海的边际。比丘，他们灭除了什么呢？那些常遇的苦恼，如果灭除、静止、清凉，一切执取都会消失，断除一些贪爱、无欲、寂静、涅槃。294经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愚痴无闻凡夫被无明所遮蔽，被贪爱所束缚，才有了这个身体。这个身体和外在的名色互相接触，因为六根的作用，愚痴无闻凡夫升起种种苦乐感受。外有名色，指六根接触到六尘，眼耳鼻舌身对应的是色声香味触，这些都属于色法。六根对应六尘时，会升起相应的感受、概念、思考等，这属于名法。是哪六根的作用呢？就是眼睛所看到的，以及耳鼻舌身意等接触到的。同样的，有智慧的人也被无明所遮蔽，被贪爱所束缚，才有了这个身体。这个身体和外在的名色互相接触，因为六根的作用，有智慧的人也升起种种苦乐感受。是哪六根的作用呢？就是眼睛所看到的，以及耳鼻舌身意等接触到的。那愚痴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有什么差别吗？世尊，您是正法的根本，正法的眼目，正法的依靠，希望您能为弟子们详细解说，大家听闻后会信受奉行的。仔细听，好好的思考，我为你们解说。比丘们，愚痴无闻凡夫被无明所遮蔽，被贪爱所系缚，才有了这个身体。如果他们的无明不断除，贪爱不灭尽，命终之后还是会再次受生，
由于在此受生，所以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愚痴凡夫根本不修习清净梵行，所以无法完全尽除痛苦，彻底脱离苦海，所以他命中之后还是会再次受生。由于再次受生，所以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有智慧的人也被无明所遮蔽，被贪爱所系缚，才有了这个身体。如果他们断除无明，灭尽贪爱，命中之后就不会再次受生。由于不会再次受生，所以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修习清净梵行，完全尽除痛苦，彻底脱离苦海，所以他命中之后就不会再次受生。由于不会再次受生，所以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这就是愚痴的人和有智慧的人的差别。简单来说，智者和凡夫的出生都是因为无明和贪爱，这是一样的。差别在于智者知道在这一生努力修行，断除无明，灭尽贪爱。如果不能完全断除，不能完全灭尽，至少下一生还能继续，直到完全尽除。这就像打游戏，这局没办法通关，只要先存档，下局还可以接着打。但凡夫就像这只跑步的仓鼠，一直在疲于奔命，他们不知道此生的意义，不知道目标在哪里，很盲目的抽烟、喝酒、嗑药，发泄欲望。这一生死了，老板再来一局。295经，行指行运，身口意的造作；愿指思维想法。本修行愿，受得此身，意思是这个身体是由先前的身口意造作所追求的，才受生了这个身体。在第57集里，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。这和现在盛行的吸引力法则，还有字面上的行愿，完全不是一个意思。如果只靠发愿就行，那这世界就没有穷人，没有战争了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这个身体不是你的，也不是其他人的，这个身体是由先前的身口意造作所追求的，才受生了这个身体，才有六根的作用。什么是六根的作用呢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尘的接触。多闻圣弟子对缘起要好好如理观察思维，有了这六识身、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，此有则彼有，就会招感来世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这完全是痛苦的聚集，这就是有因有缘，才有身心世界的聚集显现。此无故彼无，如果没有六识身、六触身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，就不会有来世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这完全是痛苦的熄灭。如果多闻圣弟子对于身心世界的聚集显现和熄灭能够如实观察，好好听闻了解，好好思维，好好练习，好好通达，这就叫圣弟子已经见法得法知法入法，觉察身心世界的生灭，成就了圣贤的出离，灭尽了烦恼，彻底脱离苦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多闻圣弟子能够对身心世界的聚集显现和熄灭能够如实观察，好好听闻了解，好好思维，好好练习，好好通达。简单讲，就是对缘起要好好的闻思修。第一步先听闻，知道论点是什么，论据是什么，怎么证明的。第二步思维，论据是不是真实的，证明的逻辑是不是严密，案例是什么，对结论有没有什么怀疑，和现有的观念有冲突吗？哪里有漏洞？大家原来的观念是什么？好好观察现实中的情况。第三步才是修，好好练习。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如果又有怀疑，那就再进一步找到问题出在哪里。这里的本修行愿，受得此身，有时候也翻译为先业、旧业。这个身体还有我们的六根和接触到的六尘，都是我们的先业决定的。所以有些人刚出生，身体可能就有器质性的问题，比如盲人、聋哑人等等。也有人出生于贫民窟，而有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，这也是先业决定的。世尊并不否认这个，这些不是无因无缘就出现的。就是说，之前的业决定了你现在六根的受用，所以你之前的业是什么呢？看看你现在看到的、听到的、闻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包括所有的信息，感受到的，就知道你之前的业了。现在大多数人类都来刷手机，看各种搞笑段子，你们竟然还在学习2500年前世尊讲的阿含，好无聊的，对吧？这就是你的业，清净的业。
恭喜你。但同时，这也不是说宿命论，还有新业。什么是新业呢？对于自己所承受的旧业，你又造作了什么样的身与意来应对，这就是新业。你当下造作的身与意，也可以改变你的下一刻、明天、明年的五运和感受。举2个例子。这位叫谢耳朵，美国人，今年48岁，在年初的时候接受了几家顶流播客采访。我爸爸妈妈都是龙的，姐姐也是龙的，爸爸爷爷都曾经坐过牢，曾爷爷是奴隶。我爸吸毒，因为他聋了，当我还小的时候，他就带着我出去贩毒，我还被送到精神病院，并且被人性侵过。后来我也开始贩毒，刚成年我就入狱了，在21岁时刚被释放，我就变本加厉，开始持枪抢劫。之后我因为过失伤人被判刑50年。在监狱里，我继续游走于各种势力中，慢慢的也成了一个头目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得知我的儿子也因杀人被抓了。在不断被折磨和关禁闭的过程中，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不能再这样，我想改变，我不想再以暴制暴。我发现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比我过得幸福多了。于是我退出所有帮派，花了很多年来学习，而且小有成就。我最终拿到了心理学学士学位，还戒掉了大麻，开始在法律图书馆工作，写日记，还喜欢上了莎士比亚，热爱表演，热爱写作，学习哲学，研究刑法。我擅长处理那些复杂的案件。在监狱后来的这些年里，我每天都很忙，忙得每天都是累得倒头就睡。在被关25年之后，他因为表现良好被释放了。他成为一位改过自新的公众代言人。2023年5月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他声称：“我在努力为挽救更多的失足青少年而奋斗。我再也不想进监狱了。我研究过，拿到学士学位的人进监狱的概率要减少92%。”非常励志，简直是现实版的《肖申克救赎》。但是在接受采访38天之后，他被逮捕了，被指控谋杀、藏尸。他杀了自己的好朋友，一位在监狱里认识了10年的好朋友，而且就是这位好朋友一直在支持和帮助他提前出狱。案发前几天，他们俩发生冲突。当天晚上，邻居们听到一个人在哀求：“求求你不要开枪，我有家人。”紧接着砰砰2枪，接着又是2枪。邻居报警后，警察在案发现场发现了部分残留的手臂、腿和头部。监控显示，有嫌疑人穿着不同的衣服，有时候还戴上假发，多次进出这个大楼，并一度带着一个大垃圾桶，并且在谢耳朵的公寓里，警察发现了另外的部分尸体。这样完全改变自己并不容易，他努力了很多年，只是最终失败了。这位叫法隆，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，他的专业是研究心理变态者的脑部结构。他发现了心理变态者的大脑边缘皮质都存在类似的变异，但在2005年时，偶然中他竟然发现自己的脑部结构跟心理变态罪犯一模一样。难道说他也是一个变态吗？那一年晚些时候，他的妈妈告诉他：“你总是在讲心理变态，你有空要看看你爸的家族史。”法隆爸爸的血统是康奈尔家族，康奈尔大学就是他的祖先建立的。但是这个家族的族谱里有一支全是凶杀犯，另外一支全是渣男。这个家族有好多位都是躁狂症者，经常疑神疑鬼，好斗激进，善变，残忍而且无情。法隆的研究表明，这样的人经常带着一种战士基因，这种基因会影响多巴胺、催产素和血清素的分泌。同时，他们的杏仁核和前额叶皮质的功能通常都低下。杏仁核负责情绪和恐惧，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分析。没有情绪和恐惧，没有理性分析，所以他们好斗、激进、善变、残忍、无情，就非常正常了，而且很自恋。法隆也带着战士基因，他的杏仁核功能也低下，但法隆发现，现实中的心理变态通常还要具备一个重要条件：曾经经受过精神、身体或者性虐待。上面的谢耳朵
还有非常多的罪犯案例，的确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幸运的是，法荣的父母很关心他，他的童年没有什么阴影，再加上他接受了高等教育，是神经学博士，理性思维能力也训练出来了，这就是神经可塑性。虽然法荣在现实中并没有杀人，但他经常有精神上的困扰，包括恐慌症、极度自恋，只是他已经学会了怎么去调整。简单来说，一个人有反社会人格，一方面要有先天的基因或者突变，另外一方面还要亲近恶知识恶友，远离善知识善友。我们现在选择不了我们的父母，控制不了我们的基因。如果你有一套好基因，那恭喜你。但如果你的家族基因有些问题，这并不可怕。我们还可以选择亲近善知识善友，远离恶知识恶友。神经可塑性就是我们正在做的。好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都能亲近旧业和新业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愿那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